万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张仲景几乎耗尽一生的精力，把这个方子打造成了全方之首，治疗感冒千古第一方，古人受益2000年。资深中医爱好者应该已经猜到了，这个方子就是如雷贯耳的桂枝汤。先把桂枝汤的方子公布如下：桂枝15克，白芍15克，炙甘草10克，生姜15克，掰开的大枣12枚。那么这个方子到底治疗什么病？小关总结了它的10大功效。先从最小处来讲，这个方子就是治疗风寒感冒的，是治疗感冒最有效、最快、最基础的方子。当你遭受风寒侵袭，流清鼻涕、鼻塞、打喷嚏、咳嗽、头痛，怕冷又怕风，全身酸痛时，通常是风寒感冒第1天或者第2天，可以大胆用它，喝1天就好。桂枝汤完全可以把你的感冒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。那么桂枝汤又是如何治疗感冒的呢？感冒属于急症，急症处理方法当然是驱邪为主。当风寒这个外邪突然侵击我们的体表，我们的正气又不足时，身体就会出现感冒的症状。这个时候外邪大量盘踞在我们的体表，为了把这个外邪驱赶出去，不让外邪往身体内部发展，我们势必要调集身体里面的气血来攻打体表的外邪。外邪盘踞在体表，虎视眈眈，谁来攻打外邪，谁来做先锋。桂枝就是攻打外邪的将军，桂枝会迅速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气血调集到体表，与风寒外邪做殊死搏斗。桂枝能够把气血送到肌肉，送到体表，身体任何一个部位，只要有足够的气血，无论什么病都会治愈。中医把桂枝这种特殊的能力叫做解肌，后来我们又习惯性把桂枝这种作用叫做解表发汗。桂枝为啥能够解表发汗呢？看看它长在哪里就明白了。桂枝是长在桂树最顶端的那一小节的嫩枝，因为长在最顶端，所以阳气最足，最具有生发之性。当桂枝抽调大量气血去攻打体表的敌人时，会出现身体内部比较空虚的状态，而且桂枝调气血时并不是那么均匀的，很有可能调多了。那么如何解决身体空虚的状态？如何把多余的气血收回来？这时候我们的贤妻良母白芍就上场了。白芍一方面直接补充你的气血，一方面把多余的气血往里面收，抑制桂枝过度的生发之性，以求达到一种平衡。白芍是一种气味比较寡淡的药，有些微苦，有些酸，苦能够泻，能够降，酸能够收，能够敛。如果说桂枝是拳头打出去，那么白芍就是拳头缩回来，只有缩回来，拳头才能再次打出去。桂枝在体表作战，白芍提供补给，看似完美了，其实还不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气血真正的补给靠的不是白芍这种外源，靠的是内生。什么可以产生气血？那就是脾胃。只有脾胃好了，才能源源不断产生气血，所以必须健中。中就是中焦脾胃，健中就是把脾胃守好养好。健中又靠啥？张仲景的脾4味陆续登场，甘草、生姜、大枣，还有一味人参，这里不需要。甘草与大枣都是甜的，这种甘味可以直接补充气血，而生姜性温，能够提高脾胃的运化能力，让甘草大枣的药性更有效发挥，而且补而不腻。脾胃虚寒的人一味姜就有很好的疗效。这样桂枝在体表作战，白芍补给，甘草、大枣、生姜手中，一个完美无瑕的方子诞生了。如果你认为桂枝汤仅仅是治疗感冒的话，那就太小看它了。往小的说，只要你有感冒的症状，哪怕不是感冒引发的都可以治疗，只要是表症都可以用。往大了说，这世上所有的疾病都可以通过桂枝汤加减来治疗，说它是万病方也不为过。下面我们就来领略下桂枝汤另外的9大功效。1. 桂枝汤可以解决一系列怕风的症状。有的人风一吹就头痛，有的人风一吹就流鼻涕，有的人风一吹就感冒，有的人风一吹就咳嗽，有的人风一吹就得荨麻疹，或者风吹哪儿都不舒服的。
只要一吹风就出现的症状，可以大胆用桂枝汤。对于怕风的人，桂枝汤可以说是救星。桂枝汤可以调和营卫，加强你的胃气，胃气强大了，自然就不怕风了。这个胃气就在我们的体表，好比一个国家的边防部队，边防部队强大了，外邪自然就不敢轻易来侵犯。胃气强大了，等于给自己加了一道金钟罩，再大的风也不怕了。2. 桂枝汤可以解决一系列与冷有关的症状，无论你身上哪个部位怕冷，都可以用桂枝汤。尤其是对四肢末梢的怕冷有明显效果，比如有的人有手指僵硬怕冷，用桂枝汤效果很好。很多人都有风湿或者类风湿，主要的症状就是冷痛，用桂枝汤效果很好。桂枝汤里面的桂枝再加上生姜，可以为身体注入阳气，可以驱赶寒湿。吹了冷风，淋了冷雨，喝了冷饮，吃了冷食，总之受冷导致的一系列症状都可以用桂枝汤。桂枝汤就是你的小火炉，就是你的小太阳。3. 桂枝汤可以调理汗多的毛病。有人问了，小关，桂枝汤不是发汗的吗？怎么还可以止汗呢？是的，桂枝汤可以发汗，也可以止汗。当你受寒了不出汗的时候，桂枝汤可以发汗；当你汗多怕风的时候，桂枝汤可以止汗。桂枝汤就是这么神奇，对于汗症可以双向调节。而且桂枝汤对于异常出汗有奇效。什么是异常出汗呢？比如有的人半边身子出汗，另外半边身子不出汗，这个就是异常出汗，属于阴阳不调，营卫不和。桂枝汤可以让阴阳平衡，百病消。还有的人要么不出汗，皮肤很干，手脚干，要么一出汗就出很多，弄得手湿漉漉的，袜子整天都是湿乎乎的，这也算异常出汗，也可以用桂枝汤。总之让你感觉不平衡的出汗，就可以试试桂枝汤。产后出汗，做手术后出汗，都可以用桂枝汤。4. 桂枝汤可以强壮你的心脏。心好比太阳，桂枝就好比天空的太阳，可以温暖心脏，可以为心脏源源不断注入阳气。桂枝色红入心，桂枝性甘，性甘发散为阳，酸苦壅泄为阴。辛味的药与甘味的药结合在一起，可以为身体补充阳气。另外桂枝汤里面还有甘草、大枣、白芍，这些都是养血的药，又可以为心脏补充阴血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心阳不足，心脏冷痛刺痛，夜间发作，可以用桂枝汤，或者心律慢，心跳跳动无力，也可以用桂枝汤。5. 桂枝汤是强壮脾胃的方子。桂枝汤里面有3味强壮脾胃的药：生姜、大枣、甘草。生姜可以暖胃健脾，大枣可以补脾，甘草也可以补脾，甘甜入脾。现在很多人喜欢喝姜枣茶，这个姜枣茶就是从桂枝汤里面演化出来的。桂枝汤里面有1味白芍，把白芍的量加上1倍，再用麦芽糖做药引子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建中汤。这个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太有效了。癌症病人胃口不好，身体瘦弱，最适合用小建中汤来强壮脾胃。6. 桂枝汤可以调理各种各样的皮肤病，荨麻疹、湿疹、痤疮。不过一定要注意，这些皮肤病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受寒导致的，千万不要以为皮肤病就是上火，就是热毒。比如有的人吹一股凉风就会得荨麻疹，这个就要用桂枝汤。或者有的人吃了寒凉的水果爆发湿疹，这个也可以用桂枝汤。或者有的人痤疮颜色很暗，常年不愈，是那种暗疮的，可以用桂枝汤。用桂枝汤的阳气把这些阴暗的东西逼出来。7. 桂枝汤可以疏肝理气，生发阳气，让人心气足，心情好，做事有干劲儿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小关就想表达一个意思，桂枝汤可以疗虚寒性的抑郁症。抑郁症有2种，一种是狂暴型，一种是阴郁型，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什么兴趣，表现出来一副很弱的样子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很少发脾气，就想一个人待着躺着，这个就可以用桂枝汤。桂枝是桂树最顶端的嫩枝，得木气最重，肝属木，木气足了就不容易抑郁。桂枝也具有生发之气，就好比孩子一天到晚活蹦乱跳，
哪有时间抑郁呢？桂枝也最具有阳气，阳气足人就有精神，做事风风火火，哪会抑郁悲伤呢？所以桂枝汤可以疗抑郁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